大家有没有出现过买到的孔雀鱼货不对版的情况？我最近就经历了一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大约1个月以前，空闲时去地摊溜达，发现有卖天空蓝孔雀鱼的。因为鱼的价格实在是很便宜，懒得自己选鱼，就直接让商家给装了4条。可回来后发现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不管商家是有心还是无意，反正结果不是很理想。本人多年来一直养红头孔雀鱼，对其他品种的孔雀鱼了解的很少，所以只能初步认定这4条鱼中有2条应该是天空蓝孔雀鱼，另外2条不清楚，看不出是什么品种的。有认得出的朋友请评论区留言，感谢。即使不是天空蓝孔雀鱼也是能接受的，买这4条鱼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想着在养红色鱼为主的鱼缸里放几条蓝色的鱼点缀一下，应该很漂亮。这4条鱼的作用只是装饰，没想过要将它们养多或者单独养。考虑到不同品种孔雀鱼在一起会杂交的问题，所以买来的都是母鱼。在没有其他品种供孔雀鱼的情况下，鱼缸里的红头孔雀鱼不会被杂交。如果想得长远一些，这4条母鱼我将来生下了小鱼，同样只留母鱼，不要公鱼就可以了。想法是好的，可是这4条孔雀鱼过温过水完成以后，我突然改变了想法。确切一些的说，是没敢将它们同红头孔雀鱼合缸，原因是害怕合缸后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孔雀鱼的交叉感染是指2种或多种病原体相互传播，从而导致孔雀鱼生病的情况。这些病原体可能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因为细菌引发交叉感染的几率更大一些，也是为了方便说明，下面只以细菌为例来聊聊交叉感染的问题。孔雀鱼出现交叉感染的表现，通常是鱼缸里放入了新买来的鱼以后，原有的鱼和新买来的鱼会一起出现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团灭。交叉感染和鱼病传染在表现上区别不大，但是本质上却是不同的。因为即使新买来的孔雀鱼本身是健康的，在它们和鱼缸里原有的鱼合缸以后，也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个人认为，交叉感染之所以会出现在健康的鱼之间，主要原因是不同鱼缸里的孔雀鱼身体上携带的有害细菌种类不同。这种说法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认可，我本人对细菌或微生物知识也没什么了解，下面所说的可能不够准确，仅供大家参考，欢迎讨论。空气、水中、土壤里都有细菌，细菌无处不在，这是一个公理，没什么好说的。鱼缸水质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也会存在细菌，其中有对鱼有益的，也必定会有对鱼有害的。因此，健康的鱼也会携带一定数量的有害细菌。那么，鱼缸里存在有害细菌的情况下，鱼为什么还能保持健康的状态呢？主要是因为在鱼缸的整体环境良好的时候，有害细菌无法大量繁殖生长，数量一直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鱼对于有益的细菌和对于有害的细菌，这3者之间达成了一种相对的平衡。说到这里应该比较清晰了。新买来的孔雀鱼和原有的孔雀鱼合缸以后，新买来的鱼可能会带入一些鱼缸里本来不存在的有害细菌，导致原有的孔雀鱼被有害细菌感染，有害细菌大量繁殖，从而引发严重的问题。同理，新买来的孔雀鱼本身是健康的，但是我们的鱼缸里存在着一些它们不曾接触过的有害细菌，新买来的孔雀鱼被我们鱼缸里的有害细菌感染，有害细菌大量繁殖，从而引发严重的问题。
首先，交叉感染是具有广泛性的，并不局限于某个品种的孔雀鱼。不同品种孔雀鱼之间，不同品种的所有观赏鱼之间，都会存在着交叉感染的风险。甚至我们购入的观赏虾、观赏螺、水草等等，都可能给鱼缸带入有害细菌，可以看作是交叉感染的一种特例。其次，交叉感染是不可预判的。交叉感染的危害根源在于，鱼缸里原有的鱼明明很健康，刚买来的鱼看上去也很健康，但是将它们合缸以后却全都不健康了。1+1不仅不等于2，而且还有等于0的可能，你说气人不？究其原因，就是上面说过的，健康的观赏鱼之间也会出现交叉感染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出2个不同鱼缸里的鱼在合缸以后会发生什么。最后，交叉感染是有概率性的。有些朋友养鱼很大气，新买来的鱼简单过温过水，就直接和原有的鱼合缸了。理论上这是很危险的一种操作，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的情况。但实际情况是，这种随意将新鱼和原有的鱼合缸的做法，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鱼都很健康地存活下来了。反而有时我们小心翼翼的操作，生怕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结果还真就发生了。这种看似没道理、极为不讲理的情况，说明观赏鱼的交叉感染不是一定会发生，是有一定概率性的。本期视频的最前面说过了，买了4条貌似天空蓝的孔雀鱼，因为害怕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没敢和红头孔雀鱼养在一起，但是扔了又感觉可惜，于是就把它们养在了另一个荒废的鱼缸里。这个鱼缸真的很荒废了，估计有4月没换水了，偶尔会补一些自来水到里边，但还是有1半左右的水自然蒸发掉了。水草长得乱七八糟的，也没心情打理。鱼缸里原有的鱼大部分都送人了，还有7、8只条纹小霸和1条白色的鼠鱼。4条天空蓝放养在这个鱼缸以后，大约半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其中1条要生小鱼了，于是将其隔离起来，然后它就生了20多条小孔雀鱼。现在看到的是这条母鱼生完小鱼后虚弱的状态，当时以为它可能活不下来了，后期它居然神奇的挺过来了。好吧，上面说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它生下来的小鱼让我犯愁了。这个鱼缸因为没有加热棒，当时的水温只有20摄氏度，并且水质情况也很差了，想在这个鱼缸里养活这些小鱼基本是不可能的。是留下还是放弃？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养刚出生的新孔雀鱼，把它们隔离在主缸的透明盒子里了。这个透明盒子上面是没有孔的，里边装的是小鱼出生鱼缸里的水，和大鱼缸里的水没有互通。经过2天时间的观察，发现这些小天空蓝孔雀鱼还是很健康的。为了避免要单独给它们喂食的麻烦，决定将它们和鱼缸里的小红头孔雀鱼合在一起养算了。当时想的是，这么小的孔雀鱼能有什么危害呢？应该不会像成年鱼合缸那样出现交叉感染的。结果啪啪打脸，把小天空蓝孔雀鱼合缸后的不久，原有的小孔雀鱼就开始出现问题，并陆续开始死亡。不仅如此，这个鱼缸里的成年孔雀鱼也开始出现问题。在发布本期视频的时候，红头小孔雀鱼基本全军覆没，成年红头母孔雀鱼也只剩下4条了。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清楚，近几个月我的这个鱼缸一直有问题，处在恢复时期。好不容易刚刚有好转的鱼，因为混养了这些意外出现的小天空蓝孔雀鱼，再一次出现了危机。
要完全彻底的杜绝孔雀鱼的交叉感染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下面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可行的预防方法。为了方便说明，将我们原有的正在养着孔雀鱼的鱼缸称为原缸，将临时饲养新买来的孔雀鱼的鱼缸或水容器称为过渡缸。一、对新买到的孔雀鱼杀菌消毒。为了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新买到的孔雀鱼不要直接同原缸里的孔雀鱼合缸，要将它们先养在过渡缸中，然后进行杀菌处理。至于用什么品类的杀菌用的鱼药，个人认为只要是自己熟悉的，并感觉是有效的杀菌类鱼药都可以。市面上出售的预防孔雀鱼交叉感染的鱼药，其主要作用也应该是以杀菌为主的。需要注意的是，对孔雀鱼杀菌的过程中，一定要控制好药量，宁可少用，也别用多，不要出现杀死有害细菌的同时，鱼也被杀死的悲剧。二、原缸和过渡缸水质的同步。对新买来的孔雀鱼进行了消毒杀菌以后，我们也不能急于将其放入原缸。正确的做法是逐渐将原缸里的水逐渐加入到过渡缸中。这个操作可以在给过渡缸换水时慢慢完成。也就是说，每次给过滤缸里的新买来的孔雀鱼换水时，我们直接用原缸的水，每次少量换一点点，直到过渡缸里的水已经完全换成原缸里的水。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新买到的孔雀鱼逐渐适应新的水质环境，也可以理解成让它们逐渐适应我们原缸里存在的细菌。三、时间是预防交叉感染的良药。上面提到的预防孔雀鱼交叉感染的方法，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同时进行，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起到效果的。如果担心孔雀鱼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建议对新买来的孔雀鱼进行长期隔离观察，同时可以重复使用上面说过的方法，这样才能将交叉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最后一个问题，都是自己养的鱼，会不会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呢？答案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不同鱼缸里的水质情况相差较大，或是所养的鱼的种类不同，合缸后就有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因为会养了20几条出生不久的小天空蓝，差一点让鱼团灭。如果本期视频里对孔雀鱼交叉感染的问题有说的不清楚或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讨论，看到后必定回复。就到这里吧，感谢观看，欢迎关注，下次再见。